大家好，我是大王。今天聊一个震动整个投資圈的暴雷事件。這個特殊性就在於它有國資的背景。2025年的11月底開始，一個號稱有國資背景的金融平台浙江金融資產交易中心上面發售的這個祥源系理財產品大面積無法兌付。這些產品的年化收益率只有4%到5%，看起來非常的穩健保守，對吧？也不激進。背後呢還有浙商大佬俞發祥的祥源控股集團提供擔保，信用評級是 AA+。但就是這樣一個看似萬無一失的一個投資組合，最終還是爆雷了，涉及的金額超過了140億，數千名投資者血本無歸。更讓人唏噓的是杭州有位股神大爺，他在 A 股市場，在 A 股這樣的一個韭菜市場，他都能夠低買高賣，游刃有餘。2015年牛市，人家成功逃頂之後，又抄底了房地產，然後22年又從房市逃頂，你說這得多精明的一個人？然後他就把錢投入了這個只有4%收益的這麼一個穩健的產品，還有國資背景的產品，結果13年的投資生涯最終虧損200萬。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個事件到底發生了什麼，它又預示了什麼。從11月28日開始浙江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平台上那個叫祥源控股集團提供的擔保的多款金融資產收益權產品陸續到期無法兌現，投資者就發現到期的這個本金和收益都沒有辦法提現了。浙金中心的 APP 直接關閉了提現的功能，頁面顯示系統升級，客服電話無人接聽。根據投資者自發統計的登記表顯示，涉及的產品數量超過200款，總交易規模保守估計超過了140億元。產品到期日集中在2025年的12月到2026年的4月之間，有不少投資者投入的是幾十萬到幾百萬不等，500萬規模的也不在少數杭州的一位陸先生，他單人未兌付的金額就超過了800萬，最高的甚至達到了6000萬。這些人中有退休的中產階級，有經驗豐富的投資者，還有把全部積蓄投進去的普通家庭。連日來數百名投資者是奔赴杭州、紹興等地連日維權，場面也是令人非常心酸這個產品的特點和投資者畫像是啥呢？你看這些產品的預期年化收益率，它只有4%到5%嘛，所以遠低於市場上那些高風險理財產品。對比3年期的銀行定期存款只有1.55%這個相比那這個收益率看起來既不貪心，又比銀行存款高不少，正好卡在很多保守型投資者的這種心理預期區間。很多投資者就是衝着低收益等於低風險這個邏輯來的。更關鍵的是，這些產品有3重看似堅實的保障。第一就是發行平台是浙金中心，在2024年10月之前還有80%以上的國資控股的背景。第二擔保方祥源控股集團擁有祥源文旅、交建股份、海滄、海洋公園3家上市公司實控人俞發祥在2025年的胡潤百富榜上以145億元身家位列第465位。第三就是人家祥源控股的幸運評級是 AA+， 評級展望非常穩定。這3重背書讓很多投資者就放下了戒心。有投資者就說，我一般就看幸運等級 AA+， 然後就買不同的項目，4%的收益加上國資平台和大集團的背書，總不會出啥問題了吧？還有投資者就表示，自己從10年前就開始買浙金中心的產品，最高投資額達到了120萬，一直兌付正常，怎麼就突然爆雷了呀？當這個危機爆發之後，人們才發現，原來這些產品的底層資產全部指向了祥源控股旗下的地產項目的應收賬款。根據產品的說明書掛牌交易機構是祥源控股旗下的合夥企業，比如紹興程序企業管理合夥企業。交易資金用途呢是補充流動資金，基礎資產是從融資租賃公司受讓的商業保理合同項下的應收賬款。債務人是實驗祥源太極湖房地產有限公司這樣的祥源系的地產公司。也就是說，這實際上是祥源控股自己的公司發行產品，資金流向自己旗下的地產項目，再由自己和實控人俞發祥提供擔保，這是一個完全自循環的資金鏈。在地產行業高速發展的這個時候，這個模式是可以運轉的，因為地產項目能夠快速的回款。但是當這個地產下行，銷售停滯，整個鏈條它就容易斷。
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啊，就是12月5号，祥源控股执行总裁沈寶山在和投資者見面時，首次公開承認公司資金鏈斷裂。他說之前一直在東拼西湊的兌付，現在真的是沒錢了。沈寶山就透露，公司總資產大約是600億，包括房產和股票，總負債呢大概是400億人民幣。從資產負債表來看啊，理論上兌付是沒問題的，但問題就在於現金流。他坦言啊，這個原來集團很大一塊業務呢是地產，那一年銷售200-300億，可以短期產生大量的現金流。但是現在地產賣不動了，公司主業變成了文旅，這可是個長線的項目，回款非常慢。更嚴重的是啊，祥源控股這幾年在阜陽投了2個項目，在岳陽、杭州灣各投了1個。共4個地產項目，其中阜陽啊那個項目已經爛尾了。現在他們手上還有300億貨值的房子賣不出去，資金就徹底凍結了。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的10月31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發布了一個公告，說明確不再保留浙金中心的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這也意味着祥源控股再也沒有辦法通過浙金中心來借新還舊了。以前呢，可以發新產品筹錢還舊產品，現在這條路也被徹底切斷了。你看這雪上加霜，流動性危機啊，就徹底全面爆發了。祥源控股的財務困境，從公開數據上來看呢，它已經早有徵兆了哈。在2022年到2024年，公司的簽約銷售額分別是50.38億元、64.13億元、35.64億元，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到了2025年的上半年，它的簽約銷售額已經斷崖式下降到了11.5億，結算金額只有6.98億，地產業務幾乎停擺。更嚴重的問題是，上海票據交易所披露的數据就顯示，截至2025年的11月30日，祥源系至少有10家公司出現在承兑匯票持續逾期名單中。祥源控股旗下上市公司这个股权质押率也高得驚人啊！安徽祥源文化持有的祥源文旅质押率股票质押率啊高達95.63%，交建股份前4大股東的質押率達到了83%，這意味着這些股權基本已經凍結，無法通過買賣股票來回血了。這次暴雷最讓投資者難以接受的是，曾經的國資背景也沒有保住本金。浙金中心的前身是浙江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在2024年的10月之前，確實有80%以上的國資來控股，股東包括有浙江省金融市場投資有限公司、浙江金投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國信資本有限責任公司等等哈，背後呢分別是浙江國資、杭州國資和深圳國資。正是這層國資的光環，讓大量的投資者呀相信這是一個可靠的平台。很多人根本沒有去細細的研究這個產品的底層資產到底是啥，只看到了這個國資平台加低收益率加大集團擔保，就覺得穩妥。有投資者就說呀，國資平台發的產品總不會出事兒吧？就算出事兒，國資也會兜底兒吧？但現實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啊！2024年10月31號，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那紙公告不僅取消了浙金中心的那個金融資產交易業務資質，還埋下了一個關鍵的伏筆，就是只要求浙金中心承擔存量業務的處置責任，也就是說，已經發生的這個業務你有處置的這個責任哈，但是不再對未來還能保留這個金融交易的資格。那它的股權結構也在發生悄然的變化。就是從2019年到2023年，浙金中心的這個股權結構呢，從國資控股就變成了民資控股。2025年的1月，公司就正式更名為浙江浙金資產運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東就變成了杭州民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8.57%，超過了50%哈。而這個民智投資啊，和祥源控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就是說，浙金中心最大的股東民智投資和祥源控股實際上是一個關聯方，這意味着表面上看着好像是獨立的金融平台發行產品，由祥源控股擔保，實際上是關聯方之間的交易，平台和融資方的利益是高度綁定的。那這會導致一個什麼問題啊？那就是風控可能沒有那麼嚴格了，那風控就會有風險啊。但是這些關鍵信息啊，其實很多投資者並不知曉。或者是說他們或多或少聽到了，但是沒有往心裡去仔細的研究。大多數的投資者是直到爆雷之後才知道他們購買產品的時候以為的這個國資平台其實早就已經民營化了，他們以為的獨立第三方平台實際上和融資方大概是一家人。
這次事件給投資者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國資已經不再是萬能的保險了。在過去，很多投資者習慣於相信國資背景等於政府兜底，認為只要有國資參股，最後呢總有人來收拾残局。但現在這個邏輯已經失效了。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的那紙公告，本質上就是一次責任切割。在取消了择金中心的这個金融交易資質的時候已經明確了僅承擔存量業務處置責任。換句話說，就是國資方面已經提前撇清了關係。2024年的10月就取消了資質，而祥源系的產品主要是2023年末到2024年10月之前發行的，這些產品恰恰是國資還有控制權的時候發行的。但是當這些產品在2025年11月底開始到期無法兌付的時候，已經完成了股權變更的這個浙金中心就變成了民营公司國資方面它跟現在的這個交易和兌付行為沒有什麼責任和關係了。那投資者再想找國資兜底，發現根本无门12月9號，浙金中心的官網更新就提示，明確強調平台僅為交易服務機構，不提供擔保，投資風險是由投資人自行承擔的。這句話說得很清楚就是平台不承擔責任，投資者自負盈虧。你是投資者嘛，你有賺，你就可能有賠現在這個形勢非常嚴峻，就是連這個 AA 加這個信用評級的大集團都能資金鏈斷裂，連曾經有國資背景的平台都能爆雷，4%的這個收益率的產品也不安全現在這些投資者在不斷的維權他們在維权的時候，有一些人就收到了短信，說现在这个祥源控股的这个大股東于發祥正在和紹興市政府溝通，紹興將作為責任主體推動問題解決，但是截止目前還沒有實質性的兌付方案出台在12月8日的投資者見面會上，浙江省信訪辦、金融辦表示已經成立了專班進行處理，目前還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和兌付的承諾要說這次暴雷事件，歸根到底，你算到底兒上，它還是地產惹的禍雖然祥源控股對外號稱是文旅投資運營為主導的企業，投資3家上市公司，運營40多個文旅景區，包括鳳凰古城、張家界、黃龍洞、齊雲山等等知名的景點，連續多年入選了中國旅遊集團20強。但是沈寶山在見面會上說得很清楚，文旅板塊賺得少，地產賺的才是大頭。祥源控股真正的支柱產業一直就是地產，從1992年在海南做裝修起步，到2002年進入安徽開展舊城的改造，再到2019年後在寧波、上海、蘇州、杭州大舉拿地，地產業務才是祥源的現金奶牛。文旅項目投入大，回報週期長，其實基本上賺錢這個速度慢，或者是賺不了多少錢。過去幾年呢，地產賺的錢養着文旅和基建2大上市業務板塊。但是當地產進入了下行週期，整個邏輯就反轉了。祥源控股的地產銷售額從2022年的50.38億降到了2024年的35.64億，再到2025年上半年的11.5億，幾乎就是斷崖式的下跌現在他們手上有300億的貨值的房子庫存，但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根本沒有辦法進行變現。最近幾個月，這個房地產市場也可以說急轉直下，到底有多慘？大家隨便上網一看就能知道很多信息我昨天還看到一篇文章，就有個人說他朋友900萬買的房子，現在都不敢看現在的市場價了。這可不是個個例而是普遍現象。1、2線城市的房價已經從高點回落到20%、30%，甚至有些區域已經腰斬了。3、4線城市那腰斬就是普遍現象。更關鍵的是有價無市，這才是地產下行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是跌更重要的是它沒有流動性了。當很多人都在想辦法拋售的時候，就沒有人想買，那這個時候價格幾乎都快失去意義了。你看這個祥源控股說它還有存貨300多億，但是這些存貨的真實價值現在還能值多少錢這個暴雷事件就說明，那幾乎所有和地產現在相關的理財產品其實都存在着系統性風險。大家可以去盤點一下你們手裡有的這些理財產品有多少是跟地產相關的。而且大家要關注的是，不僅僅是直接的這個房地產開發貸款，還有其他的各種相地產關聯的產品，比如這個地產項目的應收賬款收益權、地產公司發行的債券、
地產供應鏈的商業保理，以地產項目為底層資產的信託產品，以地產企業擔保的各類理財等等，都要非常小心了。这些產品看起來五花八門，包裝的呢也挺複雜，但是本質上都是把錢借給了地產相關企業。當這個地產行業整體下行的時候，這些企業的償債能力都在下降，風險就會集體暴露。而且大家對這個評級機構也要多個心眼了。你看這次就是評級機構失靈了。就在2025年10月17號，杭州聯合資信評估諮詢有限公司還給這個祥源集團出具了 AA 加的信用評級，評級展望是穩定，有效期是1年。但是僅僅1個多月之後，你看祥源控股就資金鏈斷裂，無法兌付到期產品了。其實有不少投資者就是看什麼評級才進行投資，但是不得不說啊，不只是國內，就連海外很多評級它也是靠不住的啊。所以現在最明確的一個做法就是隔絕一切和地產有關的資產，不要碰地產股，不要買地產債，不要投資任何以地產為底層資產的這種理財產品，包括那些看起來安全的低收益產品。當然，地產不可能是永遠下跌或者趴在底部，是有會看到希望的那一天的哈。但是這一天是哪一年呢？我们是真不知道，顯然不是最近的3、5年，在那之前啊，保住本金比什麼都重要。在這個時代，可以說錢放在手裡才是最安心的。少投資，別負債，遠離地產相關的資產，這樣呢才有可能在這場經濟和金融的寒冬中活下來。要記住開頭我講那個杭州股神大爺的教訓啊，再穩健的策略，如果踩中了行業下行的雷區，也會血本無歸。現在在看不清方向的時候，最好的策略就是不動，然後去等真正的機會出現。等到地產市場真正企穩，或者其他的行業有某一個賽道真正看到了潛力，看到希望那一天再出手也不遲。好，本期就講完了，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下期再見。